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韩国首尔出席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，但外界认为这不是他这次亚洲行程的重头戏，菲律宾才是。目前，布林肯已经抵达马尼拉，随后将与菲方高层会面，重点讨论南海问题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，美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问题，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 It's why we stand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stand by our ironclad defense commitments, including under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. Article 4 extends to armed attacks on the Filipino armed forces, public vessels, aircraft, including those of its Coast Guard, anywhe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. 布林肯此访是马克思就任非总统以来他第2次到访马尼拉。布林肯重提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，给近期不断在南海挑衅的菲律宾撑腰。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则宣称，布林肯此次访问正值美菲关系的关键时期。他还透露，与美方重点讨论了国防议题。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所谓挑衅行为，并重申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，美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问题，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。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，也无权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涉海问题。美菲的军事合作不得损害 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，更不能以此为菲律宾的非法主张站台背书。 拜登政府多位高层近年来密集访问菲律宾。3月11号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访问了菲律宾，期间宣布了向菲律宾的科技行业投资超过10亿美元的计划，并帮助将菲律宾的半导体工厂数量增加1倍。布林肯这次又重申了这一点。不过，外界认为这显然是一张空头支票，因为这与拜登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相违背。此外，菲律宾也不具备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产供链环境。 所以我觉得美国拿准了菲律宾的脉，菲律宾呢也很清楚，这时候呢他还是有这种机会把美国进一步的拉过来，然后从美国换取更多的好处，以此作为他跟中国进行这种外交对抗啊，那他南海地缘安全政治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制衡这个动作，来以此换取一定的回报。 信强指出，布林肯访问马尼拉之前到韩国首尔出席所谓民主峰会，但颇为蹊跷的是，菲律宾外长却没有参加这一美国牵头、韩国承办的会议，这更凸显美方想拉拢菲律宾打南海牌的目的。那么，所以说菲律宾应该是此行的一个重点。在菲律宾访问过程中，我相信布林肯会对菲律宾进行大力的游说，甚至是施压，要求菲律宾一方面去配合美国的这个宣传论调，另外一方面的话，要求菲律宾在军事安全领域方面对美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和妥协。